逆徒，快放了我！只要师尊答应和我们7人结为道侣，徒儿现在就可以放了师尊。本尊是你们的师尊，将你们养到这么大，你们竟有脸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，简直无耻！哼，师尊何必在意俗世目光？徒儿肯和几位师兄共享师尊，已经是做出了极大的让步。师尊，你最好不要不识好歹。只要和身具混沌体者双修，另一方修为可突飞猛进，甚至无视天地法则，安然度过天劫，飞升成仙。师尊，你还是从了我们吧。混沌体，若不是师尊你是万年难得一见的混沌体，不然你以为我们这些天之骄子，为何会拜你一个毫无背景的女修为师？休想！既然师尊不愿配合，那体子们只能费些时间炼化师尊的元神了。动手！他日本尊归来，定当清理门户，诛杀尔等孽徒！我竟然重生了，这具身体也叫江灯，是梓州城首富大小姐。大婚前夕被未婚夫推下这万丈悬崖，好在这具身体竟也是混沌体。濒死之际激发混沌之力，不仅修复了骨骼血肉，还召回了我的残魂。快带本座走，不然你就死！送你离开人世间！这人的脖子怎么长的，竟然这么硬，差点没掰动。真的是修士的储物袋。方才听他自称本座，想来还是个元婴境修士，发财了！主人，光光终于找到你了。光光，你怎么破损成了这副模样？主人，光光好累啊，好想睡一会儿，就一小会儿。几十块下品零食，几枚破丹药，堂堂元婴境修士，竟然这么穷！怎么又来一个？十足的病美人啊！我那7个美男徒弟跟他一比，简直是萤火之光与皓月争辉，全滚蛋吧！不过怎么感觉有点眼熟？抱歉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要是他看到了我手里的东西，好不容易，岂不是要把好不容易到手的东西分他一半？本来就穷。你踹人的时候，不过你为什么要踹他？原来没看到我动手，太好了，不用分葬了。他突然从天上掉下来，差点砸到我。换成你不生气啊？抱歉。抱歉，你只会说这一句话吗？长这么好看，怎么是个结巴？想要我原谅你呢，也可以，但你必须得把我送回到悬崖上面去。你是怎么从上面下来的？美女的事儿少打听，你只要乖乖做事就行了。你就是要乖乖送你。哦。哪有这么待人的？万一衣服破了，我不就掉下来摔死了吗？那怎么办？抱我！啊，这不好吧？抱紧点，万一掉下去摔死我，我做鬼也会纠缠你，成为你的心魔，让你飞升无门。我一定不会摔到你的。到了。记住，以后走路的时候看着点，撞到，不然再撞到我的话，我就把你抢回家当侧室。死了！我明明收着力道，难道是掉下来是头着地？
摔断了脖子，这也太倒霉了吧！抱歉。主人，您先前为了凝聚江灯尊者的残魂，助他转生，已经损耗了1000年修为，如今又何必冒着危险潜伏到慕容玉主身边？因为我算到尊者的转生之地就在此域，若他真的复生，势必会去寻他的那7名弟子，而他的4徒弟慕容斐然便是第一个。应该没那么巧吧？真是想多了。原主虽是江家的大小姐，不过命运却十分坎坷。母亲早逝，父亲将外室带回府中扶正，属于爹不疼娘不爱的。直到原主10岁时，外出捡到了一个重伤昏迷的林君，将他带回到了府上。林君一直待他很好，直到半个月前，林君有了想要修仙的念头，最后不知为何，他竟在大婚前夕。大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大小姐，你还是快跟我们走吧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二小姐，大小姐回来了。江灯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多谢表妹帮我隐瞒。谁想帮你了？我只是怕娘亲伤心，所以才会来的。你不要想太多了。口是心非的小表妹，可爱，真想掐一把脸蛋儿。大小姐，来不及了，您赶紧跟二小姐换衣服吧。盖头下的女人绝不可能是江灯，她已经被我推下悬崖摔死了。只要我掀开盖头揭穿她，这门亲事就能名正言顺的做。林郎，江灯，怎么会？他竟然长得和我的大徒弟林烨一模一样，不光长相，连气息也。他究竟是大徒弟的后人，还是大徒弟转世重修了？你不是江灯。林郎，这是哪里的话？我对你一片痴心，你怎可不认我？真正的江灯早就坠落，万丈深渊摔死了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没有死，我一被人救上悬崖，就立马赶来和你成亲了。你怎么会忍心怀疑我？林郎，你居然还想杀我？为什么？先是说，唯有斩断陈权，杀其正道，才可随他进入剑宗修仙。这辈子是我对不住你，下辈子换你来杀我。你想死，何必还要等到下辈子？这辈子就去死好了。为什么杀我？既然你可以杀我，我为何就不能杀回来？大家都是2个眼睛1个鼻子的人，谁比谁糟？为什么你要杀我，我就要引尽受禄？凭什么？凭你脸大？毒妇而敢！你这毒妇好狠的心，竟连自己的新婚夫君都杀！不是说入你剑宗必须得断情绝爱吗？既然杀妻正道可以，那杀夫正道又何尝不可？斐然灵域规定，女子不能修仙。谁规定的？自然是斐然灵域的域主，极乐教的教主慕容斐然。慕容斐然，我的4徒弟，连他都能成为一方域主。若你身具灵根，我倒可以勉为其难赐你这个机会，将意识沉入其中。5灵根，资质最差的废灵根，虽然资质太差，但答应助我宗门一事，我定会做到。废灵根，我上辈子可是天赋最好的丹金灵根，这东西是不是坏了？把它放下！林君乃万中无一的天灵根，不能任由你残杀。我会带他回宗门救治。几日后，我会再来带你回太初剑宗。这些东西留给你。复活几次我就杀几次。不过太初剑宗这种大宗门，怎会屈尊降贵来跟凡人做生意？除非江家的矿山内有天才地宝即将出世，5行功法，只有修习筑基境圆满的残卷罢了。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废灵干就算了，居然还是个千疮百孔的废丹田，修仙界万中无一。双废资质全让我占了，给我锁！5行灵力融合，竟成了混沌之力。
这锁灵阵成了。只有正式踏入炼气境1层，才是一名真正的修士。元宝给你送的礼物，你喜欢不喜欢啊？姐姐太喜欢了，喜欢到忍不住也想送你一件礼物呢。礼物？元宝要，快给元宝，不然元宝就去找娘亲告状了。好啊，姐姐这就送你个屁股墩。江登，你个小贱蹄子，竟敢欺负我的宝贝儿子！姨娘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他欺负我呢？他还是个小孩子，怎么欺负你？分明是你仗着自己比元宝年纪大欺负他，真不要脸！那姨娘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来欺负我这个小辈，岂不是更不要脸？江登，你这般咄咄逼人，还知不知道什么叫长幼尊卑？兄长既知长幼尊卑，怎么不知嫡庶尊卑呢？江登，你别逼我动手打女人！巧了，我这个女人，并不介意跟男人打呢。家主，老爷，登儿，林军人呢？老爷，这新婚第1天，新姑爷就不见人影，是不是存心不拿老爷您当回事啊？要我说，登儿当初就不该跟林护人有牵扯。男人光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哼，没家世没本事也就算了，毫无长辈之尊，还不服管教。不好了，仙师不见了！我们里里外外的找了好几遍，都没有找到。江登，仙师人呢？仙师得知琳琅只花了3天时间就引气入体，直夸他资质好，连夜就带他回了太初剑宗。林君竟然只用了3天就引气入体，我修行了半个月都没成功。仙师走了，难道是放弃我了？你这逆女，怎么不拦住仙师？早知道你这么没用，当初你一生下来，我就该直接掐死你！掐死我！这么多年过去，大家都家主家主的叫你，怕是你已经忘了自己到底叫什么了吧？张二狗，我不是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想当初我母亲江灵深才是家主，你不过是个浪迹街头的乞丐。母亲可怜你，让你入府，结果呢？她死了，你这个张二宝却改名江重亮，成了家主。哼，这江家母女俩怎么都喜欢在路边瞎捡男人，一个个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我不管你听不听得懂，老实回答我，仙师到底看上了我们家的哪座矿山？就是的那座金沙山。谢了。我又活过来了。江登那一剑，竟然穿透了我的头骨，摧毁了我的灵台。那绝不是一个深闺少女能用出的力道。他到底是谁？你醒了。多谢仙师搭救。老朽虽是太初剑宗的老祖，可却当不起启明玉主的礼。什么？我是林俊？不对，你是启明灵域的域主。人皇林业，300年前，你自知无法度过99天劫，散尽渡劫境圆满的修为，转世重修。不久后，时域将大乱。你转世前曾与老朽达成约定，老朽助你这一世修炼，你在此次劫难中护我太初剑宗安危。我这么弱，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又怎么保护你们这些强者？你是天生的人皇圣体，只要你这一世度过情劫，修炼之路便可如履平地。待到安然无恙的活过30岁，方可立地飞升。情劫？当初在江府，仙师让我修习的首要条件，
便是斩断尘缘，杀掉未婚妻江灯。原来他就是我的情劫。想有所成就，就必须杀了他。可我非但没杀死他，还被他反杀。无碍，过段时间他会进入宗门，届时你只要找机会杀了他即可，无人会追究你残害同门一事。知道了，林俊会记得老祖今日的提点之恩。这是你托老朽保管的天阶上品功法《土灵法典》和人皇卷，今日物归原主。此处的生机坛会加快你的修炼进度，待你进入筑基境再离开。老祖，我现在是否立刻启程前往吉州？不必，眼下是你小师叔修炼的紧要关头，你在外看守，为他护法。若我不及时赶回江府，那即将出事的金沙路怎么办？你师弟凤九幽恰好回凤兰帝国探亲，你师父已传消息给他，让他取得金沙路后，再去江府带那名凡人女子回宗门。估计他现在已经到了吉州。芷玲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谁让江灯你出来玩，不叫上我的？那我只好自己偷偷藏进来了。没大没小的，叫阿姐。阿姐，你竟然舍得打我，你不喜欢我了。阿姐，你看。谁是江灯？速速下车受死！我才不要躲！我要和阿姐同生共死！是江重亮派你们来的，不错，下辈子挑个好爹再投胎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一个黄毛丫头，怎么可能？一定是假的，假的！哼，下辈子记得选个没有破坏病的身体再投胎。阿姐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因为阿姐已经正式步入修仙一途，想不想跟阿姐一起修仙？想，我也想变得和阿姐一样厉害。好，先看看你有没有灵根，不要心急，稳住心神，通过它去感知天地间的灵气。天才地宝就要出世了！阿姐，我什么灵根？阿姐人呢？金沙花里头的金沙露，正好可以用来修复重光剑，找准时机抢了就跑。刚好昨天掐死的大渊谷储物袋，里头还有一件可以隐藏身份的黑色斗篷。别怪本皇子没提醒你们，这金沙露你们若敢抢，就是跟我凤兰帝国作对。好大的胆子！还有谁？金沙露出事了！什么人？赶紧将金沙露交出来，不然便是跟我凤兰帝国作对。长得唇红齿白，就是看起来不太聪明，硬拼打不过，不如借个名头吓吓他。凡人帝国算个屁！黄毛小子，你可知道本座是谁？本座？难道是元婴境强者？晚辈不才，不仅是凤兰帝国的九皇子，还是太初剑宗宗主的弟子。这金沙露是宗主吩咐我来取的，还望前辈
能看在太初剑宗的面子上，将金沙路让给晚辈。太初剑宗宗主的弟子算个屁！本座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叶孤城是也。你就是无情郎叶孤城。我随手杀的路人甲，原来这么出名的吗？不知前辈是慕容玉主的亲传弟子，书前多有冒犯，还望前辈海涵。叶孤城既然是慕容斐然的亲传弟子，那岂不是我的徒孙？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！小子，你既然知道了本座身份，还不赶快让，否则别怪本座大开杀戒！不行，金沙路对晚辈尤其重要，还望前辈能割爱，晚辈愿意用任何东西交换。您手里的那柄凡剑，若本座不肯呢？那就请前辈从晚辈的尸体上跨过去。这人这么不依不饶，一看就是个脑子不好使的犟驴。既如此，那你我二人便比试一场。若你赢了，本座可以将金沙路拱手相让；若你输了，前辈要什么，晚辈就给什么，别无二话。如此甚好。本座看你才筑基境，便将修为压制在炼气境1层，和你打好了。前辈您少看不起人了，我也将修为压制在炼气境1层。没想到这竟如此上道。来！你输了。前辈的灵力、剑招和速度，真不愧是元婴境，晚辈心服口服。好了，把你手里的金魔交出来。前辈，能不能换一个条件？你说呢？它叫千炼金钵，能炼化血肉和天材地宝。前辈，您用的时候小心点儿，别磕了碰了。本座的东西用得着你心疼？好了，你可以滚了。走的时候顺便把外头的那些散修也都赶走。是，前辈。好险，刚才那招湮灭把我的混沌之力全抽干了。千年前一剑能粉碎神魂，现在居然只能当闪光弹用，除了封闭无感，毫无杀伤力。幸好他听话走了，不然非露馅不可。总感觉好像忘记了件事，算了，还是赶紧恢复力量要紧。不是吧？上古神兽九天玄珠，这种蜘蛛吐出的九天玄丝，水火不侵，刀剑难破。虽然还是幼年期，实力却堪比结丹境。要不要这么倒霉啊？这也行？你该不会是因为我的混沌之力才和我签订契约的吧？混沌之力乃万物之源，堂堂神兽肯认我为主，绝对是被混沌体吸引的。前世我那么强都没契约到神兽，现在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赚大了！我知道你不是故意攻击我的，你应该是想要吃这个吧？既然你以后跟着我了，你的外表跟金子一样闪亮，就叫金闪闪怎么样？顺手多了，可惜只修复了1成，距离唤醒剑灵还早得很。在金沙山耽误了这么长时间，也不知道江芷玲那边怎么样了。阿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看他们不失荒野，于心不忍，就拿铁锹把他们都埋了。阿姐，我做的怎么样？这也太生猛了吧！我们家芷玲真是太能干了。对了，你是什么灵根？天灵根，丹金灵根，竟然和我前世一样的资质，正好可以传授他天阶上品的金灵法典。
阿姐，我好像没感觉。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啊？回府，去收拾那些不老实的人。老子让你不给我钱，整天连碰都不让碰，老子娶你这个媳妇儿有什么用？连女人都打，我没有你这种爹！竟然还教训到老子头上了，老子今天连你一起打！松手，松手！姨父，我怎么着也算是你长辈。姨父爱打人，巧了，我也爱打人，不如比一比，谁打人更疼好了。住手！这个废物男人这么该死，为什么姨母还要拦着我？芷玲，追上你爹，送他去看大夫。姨母，你把芷玲支开，是有话跟我说。灯儿，你变了，人总是会变的，成长不就是杀死面目全非的自己吗？变了才是常态。姨母只说我变，怎么不说你自己也变了？我记得姨母成春前性格直爽，酷爱习武，如今怎么会甘心让一个上门女婿爬到你头上？不甘心又如何？我们做女子的，总要学会认命。认命？认什么样的命？如果是权倾天下，被众生顶礼崇拜的命，那我认；但如果是像你这般任人欺辱的命，我江登不认。你的目的是？我在去剑宗修行前，会除掉江重亮，他们父子。之后，我希望姨母你能来当这个江家家主。既然你需要我来做江家的家主，那么不用你帮忙，我自己来做这件事便是。江重亮毕竟是你生父，弑父怕是会妨碍你修行，这份因果由我一人来承担即可。灯儿，你只要做自己就好。怎么回事？大小姐，又来了一位仙师，仙师专程来接少主去修仙呢。你就是江家的大小姐江灯？这不是刚刚抢我金沙路的人吗？他怎么来江府了？你谁啊？本皇子是你未来的师兄凤九幽，你唤一声凤师兄即可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现在就启程随本皇子回太初剑宗吧。谁说我要和你去太初剑宗了？太初剑宗可是斐然领域最大的宗门，多少天才想进都进不去，你竟然不想去？有问题吗？不行，你必须得去！宗主师傅都发话了，要本皇子必须把你带回去。太初剑宗的宗主，我不过一个废物武灵根，他竟执意让我进宗门，怎么这么反常？你这逆女，九皇子的命令也敢违抗？怎么，父亲早上挨的打不疼了，又想再挨一遍打是吗？喂，姓凤的，我跟你去太初剑宗有什么好处？太初剑宗是斐然领域月行最高的宗门，外门每月100下品灵石，内门100中品，真传弟子每月100枚上品灵石。这等条件可还够格？100枚灵石，正愁抢来的灵石不够花，冤大头这就送上门了。而且剑宗建在灵脉上，修行速度肯定快。更何况四徒弟慕容飞然跟太初剑宗关系不浅，正好借机去探探底。那行吧，我跟你去太原剑宗。朕，本皇子御剑带你们走。不急，我等个人。你以为太初剑宗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地方吗？能破例允许你直接进入宗门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，怎么可能允许你再带其他人？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不去了。行，带，不过最多只能带一个。喂，
老子还没吃饭呢。哎，赶紧给老子热饭去！你怎么敢的？来人，把他拖下去埋了。是。江崇亮那边怎么样了？已经拿住了。走，去看看。今晚在城内暂住一眼休息。姓凤的，你该不会是灵力不够了吧？看不出来你小小年纪的就不行了，嗯？你胡说什么？凤师兄，您误会师妹了，他是说您够快。哦不，都给本皇子闭嘴！姓凤的，我大哥不就说了句实话，你怎么还恼羞成怒的打人了呢？江灯，本皇子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你最好不要再挑衅本皇子了。少主，炼气境3层，一个凡人城池竟然有修士，真有意思。凤兄，仙师请坐。这次犬子参加太初剑宗10年一度的门派考核，就劳烦您护送了。本皇子要的东西呢？在这儿，在这儿。仙师要的东西，小的敢不准备吗？这还差不多。那似乎是本凡人的武功秘籍。凡人的秘籍有什么稀缺的？凤九幽一个快结丹的修士，能看上这个，大有问题。我带的这些人都是凡人，暂且在你这里休息一晚，明日一早再启程。是是是，小的早就准备好了。仙师，请。完整的剑谱，你到底藏到哪儿去了？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我死都不会告诉你的！你这个死老太婆，你既然养了我，你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，不过一本剑谱而已，你怎么能不给我？堡主，你大晚上的不睡觉吗？你不是九皇子带来的那个女人吗？跟着本堡主来这里做什么？若不是跟着你来，我又怎会得知你都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，还搞金屋藏娇这一套呢？谁杀谁还未可知呢。穆公贤，你竟然是修士！我为何不能是修士？众所周知，斐然灵域的女人不能修仙，女人修仙会招来祸端。你一个女人竟然敢修仙，大逆不道！你也该死！这么神神叨叨的话，确实像我四徒子。那个迷信的神经病能说出来的。你是谁？秦有为这么对你，是你亲生的吗？老身是藏风堡的上一任堡主秦开慧，至于秦有为，他的确不是老身亲生的。小姑娘，老身可否求你一件事？你说。若你他日有所成就，帮老身找一个人，他是我们秦家的老祖宗，以一人之力创下藏风堡，但900年前他离开了藏风堡，从此不知所踪。秦家老祖谁啊？修仙界唯一的女剑尊秦风。秦风，那可是实打实的剑修第一人，比起我这个4道同修，却只创了1世剑招的懒蛋强太多了。
可他为人不善言辞，容易轻信于人。难道真的出事了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他日修为有所成，定会去找秦风。如此，多谢了，这是谢礼。无锋剑法，这4个字暗含极其精纯的剑意，确实是秦风毕生心血。难怪秦有为翻遍无锋堡也找不到，竟然藏在肚子里。秦风能有这般忠心忠诚的后人，是他的幸事。稳准狠，不带一丁点花哨，全是摧枯拉朽的杀招。炼气境2层，破！我引气入体成功了！啊，恭喜大哥！大概是沾了大哥的光，我也突破了，现在是炼气境2层。你不是武灵根吗？对啊。也许武灵根就意味着5倍的修炼速度吧。开什么玩笑！本少爷天生1灵根都没这么快，这女人身上绝对有古怪。难怪宗主执意要我把她带回去。风兄，家父不见了，可否再在府上逗留片刻，容我找到父亲？找什么找？赶紧启程，2天后便是。太初剑宗入门考核，错过这次，你们再等10年吧。还好这傻子急着走，不然查出秦有为的尸体。元宝，给爹吃药。遇到事儿，这小畜生一点都不孝顺。若是大女儿江灯在，定会把好吃的先给我。若不是我贪图权力，听信王氏，害死他们母女，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臭婆娘，快给我拿吃的来，饿死你家老爷了！叶红，怎么是你？别杀我！大不了这江家家主我不做了，让给江灵姬就是了。此次考核的规则是，你们进入野兽伦伦的原始森林，待足12个时辰，猎杀野兽，抢夺竞争对手，都能获得玉牌。获得玉牌越多者，便越有机会通过考核。同理，失去自己的身份玉牌，就意味着考核失败。师兄在这里提醒各位一句，此次考核很可能有生命危险，害怕的人现在就可以退出。将你们的意识灌入其中，到了危及性命关头，向玉牌大喊一声，师兄们会立刻出现救你。但同时也意味着你们的考核失败。凡参与考核者，现在可进入传送阵内。这玉牌便是我的入场券。玉牌深处藏着阵法，估计是用来监视考核者的。看来这次不能动用金闪闪了。幼年期神兽若暴露，就算是太初宗也难保。来的时候有凤九妖在，不好下手。趁乱解决掉江元一，就再好不过了。入门考核正式开始。我们到了。阿姐，放心，有阿姐在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2位姑娘长得这么好看，我们也不想动粗。如果姑娘肯将身份玉牌主动交出来，我们就放你们走，如何？怎么都把我们当成软柿子啊？也罢，索性露一手。不对，怎么少了一个？这里小心！阿姐怎么啦？芷琳，阿姐有个计划，
你要不要听一听？好啊，我最喜欢搞事情了。这届入门考核中，怎么还混进去了2名女子？若是让狱主知道我们破例招收女弟子，他肯定会因此降罪于我太初剑宗。为师不是让你直接把他带进宗门的吗？他怎么也参加入门考核了？他非要参加，弟子也拦不住啊。求你们帮帮忙，救救我姐姐！你姐姐怎么了？她刚才被野兽袭击，腿受伤了，不能走动。我一个人抬不动她，只能让她藏在那里，出来求助。你们能不能跟我去，救救我姐姐？会不会有诈呀？你说你姐姐受伤严重，那为什么不对着身份玉牌求救？只要她主动退出考核，立马就会有人去救她。因为我姐姐不想退出啊。她都有6枚玉牌了，肯定能通过考核。我姐姐还说了，如果遇到肯帮忙的人，可以给他们每人分1枚玉牌。加上这2名女子本身的玉牌，一共8枚，只要拿到手，肯定能通过考核。既然能一次性全拿，谁还要那区区3枚？走走走，快带我们去！你们该不会趁我姐姐受伤就抢我们的玉牌吧？怎么可能？我们3人可是堂堂男子汉。再近一点，就是现在，到手了！你竟然骗我们！对，骗的就是你们，来打我呀！你尚未以气入体，还是一介凡人，这般戏耍我，就不怕我直接杀了你？谁说我是一个人啦？不错，想要欺负他，先过我这一关。指令退开。好的，阿姐。受死吧！看不出来，你一个女子的剑法竟然还不错，颇有几分剑修风范，勉强可以入我太初剑宗。这可是修仙界唯一的女剑尊所创的好吗？要不是我现在修为太低，刚才那一剑能直接劈开一座山。小心那2个女人，年长的那个是很厉害的修士，他们在钓鱼。哇，阿姐你好厉害！低调低调，这小白兔生得唇红齿白，身形饱满，烤着吃味道一定不错。哪个吃饱了撑的，敢管我的闲事？兔兔这么可爱，你不能杀兔兔。长得还行，但跟乘风美人比差远了。休想用美色迷惑我。自然界中弱肉强食，这只兔子是我好不容易抓到的食物。我为什么不能杀掉吃肉？兔兔也是一条生命，你怎么能为了一己私欲，就如此残忍？我残忍？你怎么不说这只为了填饱肚子，还吃好多草呢？你怎么不站在草的立场上帮草说话？爱草人士表示强烈谴责。我叫草，草不会答应，但我叫他，他会答应。来来来，你叫一声，看他能答应你吗？兔兔，真的答应了。这美貌少年该不会不是人吧？练气近9层，算了，惹不起。那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就把他放了。等等，你们不能走。为什么？我听闻你和你的凡人妹妹联合起来抢了不少人的玉牌，看在你放了兔兔的份上，我可以大发慈悲允许你们保留自身的玉牌，但其他的都要交给我。
你脑子没毛病吧？我好不容易抢到的玉牌，凭什么给你？就凭我的实力比你强，弱肉强食，你说的？冷江、冷湖，出来！石灵，把剑放下，不然我就让我的剑士把你妹妹杀了。阿姐，别管我，你快跑！这还差不多。我生平最讨厌别人威胁我，胆敢威胁我者，死！找死！阿姐！先天剑骨，居然是先天剑骨，1000年未出来啊！此次入门考核结束，无论他的成绩如何，我都会将他收为关门弟子。人类，现在立刻跪下，给我死去的剑术磕头道歉，并将你们所有的玉牌拱手奉上。我还可以勉为其难的饶你一命。如果我说不呢？哼，那你们就只能给我的剑士偿命了。区区御剑术而已，说的跟谁不会一样。这样下去不行，灵力耗不过他，必须速战速决。你这个疯子，哪有人类这么打架的？你是妖修？你胡说些什么？石膏，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都给你，别问了。竟然比我抢到的玉牌都多。我好像抓到冷白哥的把柄了。阿姐，好了，阿姐没事。阿姐，接下来我们做什么？放榜了，快看谁是第1名！恭喜江登以1枚玉培之差夺得此次入门考核第1名。由于你是第1名，你可以上前选择任何一位封主为师，成为其亲传弟子。都不想收我。本宗主收徒，最差都是双灵根。这是谁呀？能御剑飞行，最差也是筑基境吧？年纪和我们差不多，竟然是筑基境，绝世天才啊！灵君死而复生，甚至还筑基了，现在的气势简直和前世的大徒弟一模一样。林师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宗主叫一个19岁的少年师弟。烦请诸位同门做个见证，今日我林君在此休妻。啥？休妻？这位小师叔和江登是夫妻？你我2人一刀2断，我们不再是夫妻关系。你也不必为了寻我来这太初剑宗受辱。从今往后天高海阔，任汝翱翔。林君，你搞什么啊？我知道我伤你至深，但我今日此举真的是为你好。停停停！你搞错了2件事。其一，你是上门女婿，是我江家明媒正娶来的，生是我江登的人，死是我江登的死鬼。什么女婿？什么女婿？如今要休妻，自然该由我来修复。今日我江登在此休夫，将林君逐出我江家大门，死后也不配入我江家祖坟。江登，你很好。
你等着！大胆江登，跪下！江登以下犯上，为我太初剑宗小师叔青玉。来人，将他！莫要轻举妄动，此女想要什么，一切由着她便是。她是林君的劫，强行干预，只会让林君反受其乱。来人，搬把椅子，把江灯姑娘请去旁边坐着，别累着她。怕我死了，变成林君除不掉的心魔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最起码在林君动手前，我是绝对安全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为什么不再嚣张一点呢？愣着干嘛？没听见你们宗主的话吗？赶紧给我搬把椅子！入门考核前10名皆可被5位封祖挑选为内门弟子，请榜单上的第2到10名上前来。江之灵，你天赋异禀，你可愿成为本宗主的关门弟子？关门弟子？我和阿姐一起吗？自然不是，本宗主并不打算收江登为徒。既然你看不上阿姐，那我也看不上你当我的师傅。狂妄！果然跟你的姐姐一样狂妄！宗主看中你，是你3生有幸，都是他那姐姐的错，把一个绝世天才都给带坏了。江之琳，你不拜宗主为师，这世上还有何当得起你师傅？我要跟着我阿姐。我妹妹自然是由我来教导，丹金灵根加先天剑骨，让这帮弱鸡教纯属糟蹋。前世我7个徒弟都成了各方域主，教个妹妹还不是手到擒来？你，你一个废灵根肯教导灵根，怕是你还没筑基，他都结丹了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一个极品废柴能把绝世天才教导什么样子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比你们强出去一丢丢。江之灵和林君同为天灵根，小师弟10日便能筑基。哼，我也不指望他在你的教导下进阶如此神速。你若能在1个月内让他筑基，赶上1年1度的剑肘开启之日，便是你赢。天灵根必须修习天阶功法，我倾全宗之力才勉强凑齐1本。你一个没背景的炼器废柴，拿什么给他练？是剑要钱，还是门票要钱？都不要钱。那我也要去。谁说拿出来的剑一定要自己用了？还可以拿来卖吗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哼，你可以去，但前提是你能在1个月内达到筑基境，不然一旦进入剑轴，便会被里面的剑气撕成碎片。这你就别管了，还是谈一谈赌注吧。若你赢了，本宗主会答应你一件事，当然，此事要在本宗主能做到的范畴内。可若是你输了，须得在林君的修习书上签字，承认是他修的你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。那啥，诸位宗主和封主们，是不是把我的去处给忘了？我究竟待在太初剑宗的哪儿？总不能吃喝拉撒都在这广场之上吧？既然诸位都不想收留我，总要给我找个去处才是。你想去哪儿？藏锋。既然藏锋无主，不如把藏锋给我如何？从今往后，我将是太初剑宗6位封主之一，藏锋封主江登。疯了，疯了，简直是饕餮转世，狮子大开口。江登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家小师弟林君，是我7年前从野外捡来的。这7年下来，他吃我的，喝我的，住我的，穿我的。今日既成了你们太初剑宗的小师叔，他的每一笔花销，你们都要连本带利的偿还。不过，看在今后大家都是同郎的份上，我算便宜点儿，你们直接把藏锋赔给我，这笔账就一笔勾销了。取了林君一场，
不能白娶啊！以前他穷就算了，现在有太初蹭宗这个靠山，我得分点财产，不然这亲不就白结啦！不可！苍风是我太初剑宗灵力最充沛的灵峰，如何能给你一个刚进门的弟子？若不是老祖交代，这妖女只能由林君亲自斩杀。本宗主真想现在就一巴掌就拍死他！宗主不能让这些未过门的弟子看笑话，他要藏风给他便试试。反正那里有护山剑人，他进不去也是他的事。也好，那本宗主就把苍风交给你，今后你便是我太原剑宗6大峰主之一。但若你当不好这一峰之主，休怪本宗主收回苍风，剥夺你峰主头衔。拿着，拿着！这么快就答应了？江峰主，师侄就送你们到这儿了。至于灵衣和灵石等弟子择师完毕，宗主自会派人送来。知道了，要不要跟我们上山喝口茶？不了。一个结丹境修士竟然这么怕，难道这藏风山上有什么猫腻？宗主果然没安好心。一阶灵兽，实力堪比炼气3层，这肉绝对好吃啊！2个臭婆娘，老远看着本管事来了，还不赶快让路！凭什么要我让？这路被你撒泥标记了？阿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他说不定是赶着去投胎呢，所以才这么急切。对，指灵还是你眼尖。我掐指一算，这人确实活不过今晚了。可恶！看我不抽烂你这张脸！你要把云雾峰峰主的灵兽送去哪儿？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，这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？如今这藏峰是我的，这些灵兽吃我藏峰的草，喝我藏峰的水，自然也是我的。滚你的！混账！那批灵兽价1000上品灵石，明日交货，若违约要赔10倍。1万枚上品灵石，本座怎么赔得起？那藏风山门口有一护山剑阵，修士皆不能入内。江登他们如今已是修士，强闯必死无疑。你赶紧带2名筑基境弟子前往藏风山下，等到那2名女子被护山殿阵击杀，你就带着人把那批妖兽抢下，带回来。芷琳，不要轻举妄动。阿姐，怎么回事？有人在这里布置了一个地阶上品的阵法，这块山石就是驱动整个阵法运行的核心阵眼。能破吗？我试试。看来这阵法果然是秦风布下的，他感受到了秦风的无锋剑法，竟直接将这阵法变成了我的所有物。芷琳，这阵法已经被我收为己有了，你过来，近距离感悟字迹内蕴含的剑意，说不定对你有所帮助。阿姐，发生了什么？别害怕，这是你的机缘。女剑尊的剑意看中了你，择你为主呢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我找找，怎么分给阿姐一份？我不需要，我有我自己的道。好吧，那阿姐，我们接下来做什么？走，进去，看看咱们的新家是什么样子。从今日起，苍风易主，我便是这儿的新峰主。
你们以前在王妻手下过的是什么日子，我不管。现在，如果你们想离开，即刻便可下山，绝不阻拦。如果不想离开，一切待遇照旧，甚至只要你们静心照看，灵药园和灵兽赏赐绝不会少。姐姐，你看这夕阳下的清风楼，比平日里更添几分壮丽呢。新来的，随便找个房间住下就行。我这个人喜静，没事别打扰我。他叫詹姬，那你呢？凤16。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住在这里。你是凤九幽的什么人？我是人，不认识畜生。你们也是太初剑宗的弟子？弟子？我们可不配当第一大宗门。哎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回封主的话，我来给2位小姐送晚膳。能打开给我们看看，里面装的是什么吗？这是从藏风灵花灵草中采摘的露水，其中自带微弱的灵气，饮之可缓解饥饿。这就没了？他们2人晚膳就吃这个？是啊，王管事特意吩咐过，只能给2名小姐1日3餐准备露水，因为露水最是纯净，没有杂质，不会让他们的身体染上任何污秽。封主还有事吗？需要以后给你们也备一份露水吗？不用了，你下去。阿姐，不知道怎么的，我突然有点害怕，我好怕我也会和他们一样身不由己。放心，不管幕后黑手是谁，我绝对不会允许他在我藏风搞这一套。阿姐，你想做什么？我帮你。谢谢你指令。越往峰顶，灵气越浓郁，浓得几乎要凝成实质。难道有什么宝贝？哎呦，刚才什么东西飞过去了？没有根叶，全靠茎干上的吸气，掠夺其他灵草的养分。既然挡了我的路，那就一把火烧了。连烧自己的山头都不行。手持封主宝印者，死！金闪闪！咦？香灯，你怎么会无风剑法？我为什么不能会？你可知道这剑法是秦风所创？自然知道。剑法你从何处得来的？与你何干？小家伙，警惕心还挺强。你既然修得无风剑法，定是秦风的后人，那么间接也算是我的后人。滚！我还说自己是秦风好友呢，咱俩一个辈分好吗？我就喜欢你这种暴脾气的小家伙。来，坐过来，咱们俩聊聊。把我的灵兽还给我。说灵兽怕是不太准确吧？这似乎是一只幼年期的神兽，叫9天玄珠，对吧？幼年期神兽在10月可是被红抢的存在，这女妖该不会也想抢吧？
出了这藏锋后，把它藏好了，非必要时刻最好不要动用，否则你非但保不住它，反而还容易惹祸上身。我叫江灯。这个名字听上去好耳熟，我好像经常听秦风提起过。看来你的确是秦风的好友。他真认识秦风？这么算来，至少活了1000年，搞不好是太初剑宗最强的存在。你是刚才那种金色藤蔓修成的妖吗？不错，他们都叫我缠针。其实我更喜欢秦风给我起的名字阿兔。缠针，菟丝子，你的本体是菟丝子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菟丝子这种最普通的杂草也能成妖？为何不能？我只是一株随时会被人当成杂草除掉的菟丝子，没有时间去怨天尤人。我所能做的，就只是抓紧所有时间，竭尽全力的去壮大自己。你与我印象中的菟丝菊好像不太一样。不说这个了，你知道秦风的消息吗？1000年前，秦风离开时，只是托我照封封顶的宝贝，至于其他的事情，我一概不知。倒是自从他离开，太初剑宗的人屡次想闯入夺宝，凡是手持藏锋风主宝印者，皆化作了我生长的养分。我一开始见你拿出风主宝印，误以为你是被推选出来的新风主，想命令我交出宝贝，这才对你痛下杀手。抱歉。那如果秦风一直不回来，你就一直不离开吗？他答应过我，他会回来的。一个妖都如此重承诺，反倒是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，连野蛮生长的妖都不如。当然我也不是那种迂腐之辈，顶多再替他参管100年。100年后，我的天劫将将至，到那时我会自己服下宝贝，渡劫离开，绝不留给太初剑宗。不愧是你！等等，天劫，你现在是渡劫境修为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大半夜出来溜烟，竟然遇上了个渡劫，竟大能！难怪太初剑宗那帮人只敢在下面小偷小摸，根本不敢来封顶搞事情。没问题。你来这里也是为了寻宝的吧？被你发现了啊。既然你是秦风的好友，间接也算我的好友，我可以把宝贝和你共享。跟上我。这是鸿蒙拳，混沌与鸿蒙，这可是这方世界的本源之力。这泉水都已经凝成液体了，堪称神级天才地宝，哪怕不喝，只是在旁边修炼都奇快无比。哎，金闪闪！他没事吧？真以为鸿蒙泉水是谁都能喝的吗？1000年前，太初剑宗前任宗主仅用一滴稀释过的泉水，便造就了他们的修炼圣地生机坛。这小蜘蛛敢直接生吞一滴，没当场爆体而亡就不错了。那他不会死翘翘吧？放心，他身为神兽，肉身远超普通灵兽，只是需要沉睡些时日来消化。这一滴足够他跨入成熟期了。江灯，该你了。阿兔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我觉得我自己在泉水蹭点灵气修炼就挺好的。没让你直接吞，我会帮你淬体，不会让你爆体的。这让我怎么感谢你好呢？这样吧，你就说你想要什么，我努力给你办到。
想要的东西，那就以后你在藏风的每个晚上都来陪我说说话吧。好，过来，淬体。炼气境5层，肉身强度竟然直接拔高到了筑基境1层。你现在实力太低，我可能协助你炼化1成，其余9成皆寄存在你的血脉中。你需要找一本顶级的炼体功法修习，自己将之慢慢炼化。炼体功法，我前世收集的天阶功法一大堆，唯独没有适合体修的，这上哪儿去找？天要亮了，你该走了。糟了，还要带芷玲早起练剑，不能迟到。那什么，我晚上可以带其他人过来吗？谁？我妹妹。你妹妹呀？既然你是我的好友，那么你妹妹就是我妹妹。既然是我阿兔的妹妹，那当然可以带了。阿姐天不亮就绕山跑步，我也要像阿姐一样用功，半个月内筑基。阿姐，我也要和你一样用功。芷玲不说别的了，我们赶紧练剑吧。等练完，晚上阿姐带你去个好地方。好的。实战很重要，我们来对打一场。如果你能用剑攻击到我的话，就算你赢。啊，可是只有1把剑，咱们怎么打啊？我用这个代替剑。芷玲，放马过来吧。好。凤16，要不要下来一起练剑？我也可以吗？当然啦！16姐姐，快来啊！峰主，王管事说过，住在清风楼的2名小姐不能出门。慢着，我是峰主，还是王妻是峰主？王妻人都死了，他的屁话更没必要听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藏风的管事，你的任务就是我说什么，你照做什么。峰主，可要我为您准备早膳？去再杀一头灵兽，怎么做好吃怎么来。然后连这2位姑娘的份都一起准备着。凤16，你想成为我们藏风的弟子吗？多招点弟子，一来能堵住宗主那老头的嘴，免得他找茬；二来嘛，当然是为了多领一份零食。啊哈哈哈！他们不会同意的。他们是谁？他们是这太初剑宗的宗主和峰主们。你们既然认识凤九幽，应该知道他是凤兰帝国的9皇子。我和他其实是兄妹。他们把你留在这里，到底想要做什么？前段时间王管事隐约提起过，宗主打算过段时间把我当成筹码，送到另一个地方去，具体是哪儿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到时候我会竭力护你周全，若连我也护不住你，那从现在起，我传授你修炼功法，你努力修炼，自己保护自己。多谢。来，先测一下你的灵根。怎么回事？阿姐，16姐姐到底是什么灵根啊？怎么黑漆漆的？它是5行变异而来的异灵根，比风雷冰还要稀有，
是阴灵根。阴灵根怎么了？很不好吗？你是极为稀有的纯阴灵体，加上这阴灵根，修炼速度会突飞猛进。但也因为如此，在实力弱小时，极易遭到高阶修士觊觎，因为这是极其适合被当作修炼鼎炉、强行采补的体质。求江峰主赐我修炼功法，我不要再做如浮萍般无法抉择命运的凤石榴，我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既然父皇如此在意他的凤兰帝国，那我便要倾覆了他。从今天起，我叫凤清。我此生已决定不再收徒，你我之间不必以师徒相称，便和芷玲一样唤我阿姐吧。你我二人究竟谁大？差点忘了，我现在只是个17岁的少女，凤清也是17岁，搞不好还真比我大几个月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们仨人聊天能不能不要这么大声啊？知不知道？还有人在睡美容觉呢。詹姬，要不要一起下来练剑啊？我免费教你。我才不要呢！练剑会把我细皮嫩肉的手练粗糙的，到时候他就不喜欢我了。你可知詹吉口中的那个他是谁？我与詹吉私交并不深，只知道他早在我来太初剑宗前就已经住在这里了。每月的月初他都会下山，次日一早才会回来。难道詹吉口中的他是他的夫君？因为夫君是这太初剑宗的弟子，所以他每月都下山去团聚，听上去合理，但怎么觉得有些怪异？江灯如今身在何处？江灯身在藏锋，他现在是藏锋的锋主。江灯竟然成了锋主，那岂不是和我一个辈分？甚至我还得尊称他一句师姐。小师叔，你可是要出关去寻他？不用你管，别跟着我。真的要找江灯麻烦吗？我担心他现在实力更上一层楼，恐怕我们两人不一定是他的对手。担心什么？峰内给咱们发来的灵剑可是黄阶中品，江灯手里只是一把锈得跟破烂似的，凡剑怎么可能打过咱们？拼了！江灯，你给为兄滚出来！你们两人怎么来了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别忘了，我可是你大哥。你现在飞黄腾达了，就想要甩开我了？门都没有。所以呢，你是专门来讨打的不成？哼，咱们两人打起来，不见得就是我输。看来兄长是想跟我比一比了。很好，我这人就喜欢打赌，不知道兄长想跟我赌什么？我赢了的话，你把藏锋给我，我要当锋主。好，若是你输了呢？随你处置。好啊，若你输了，把命留下。哼，做梦吧！我是不可能输的，我是不可能输的。来，放马过来呀！你怎么不放马过来？有种你出来啊！好吧，那我就出来了。兄长，你就这点胆子吗？是你不讲武德，偷袭于我。我还没喊开始呢。那还比吗？不行的话，你们俩干脆就一起上吧。去死吧！拿来吧你！
来，现在该你了。住手！凡太初剑宗弟子，皆不能残害同门。是林俊师兄，他怎么来了？嗯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残害同门了？我2只眼睛都看到了。刚才的江元一，现在的这名男子，江元一是自己闯进剑真死的，与我何干？至于这位男子，我只不过是在和他进行友好的切磋交流罢了。轻视点是不是啊？快说嘛，别不好意思。江灯，你何必如此折辱我？直接杀了我就是。好啊，那我就如你所愿，杀你好了。别杀我！不杀你可以，但你必须得交赎金。多少灵石？你这把剑不错，我看中了，拿来吧。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。我说剑白送给你了，祝你用得开心。这可是你亲手送我的，我岂有不收之理？江灯，我竟不知你是何时变得如此歹毒狡诈了。我歹毒？林君，我突然发现你好搞笑哦。既然你一直藏在附近，那方才江元一死的时候，你肯定也看到了。凭你的实力，你完全可以救下他的，可你为何不去救他呢？我是因为他以前没少仗着自己江家少主的身份欺负你，所以你巴不得看着他死吗？感情你报仇就不算歹毒，我报仇就是歹毒。怎么，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？这般心思深沉，你还是那个我心目中善良可爱的女子吗？难道床是假的？善良能当饭吃吗？我以前是很善良，可换来的是什么？换来的是你毫不留情的杀气道道。我当初杀他是有苦衷的，为何他就不能体谅我？如今3番5次提起，是想让我心生歉意吗？休影响我的心境，巧言劣色。要战便战，少说废话。他修习过炼体功法，肉身强悍，我现在没有绝对的把握胜他，必须等我求得炼体功法。现在的我输不起。你如今还未步入筑基境，远不是我的对手。我也不欺负你，等你到筑基境后，你我2人在门内大比上一决胜负。等等，我现在可是苍风峰主了，你见到我是不是得叫一声师姐啊？师姐，师弟乖，学姐给你买糖吃。不用，留着你自己吃吧，吃死你！门内大比，应该是在剑中开启后才开始吧？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最近长胖了？长胖点不好吗？你以前瘦得跟骷髅架子似的，现在总算有点人样了。可是我有小肚子了。那你就修炼吧，保管让你的小肚子消失不见。修炼真的能减肥吗？你看他们俩。好，我修炼。阿姐，你是不是马上就要筑基了啊？有什么注意事项吗？筑基主要是将丹田内的灵气压缩成液体，铸造修炼之根基。这一过程必须要有筑基丹的帮助。筑基丹从哪里弄啊？凤青，你不是会炼丹吗？试试能不能炼筑基丹吧。我虽然有炼丹炉和丹方，但筑基丹是黄阶上品丹药，我最多炼制出黄阶中品的丹药。没事儿，多练练就行了。反正咱们苍峰好几座灵药园，不用白不用。距离剑种开启还有10几日，你只要能炼制出来个10几枚筑基丹就行了。10几枚
10几枚，1天1炉，这是要了我的命啊！信不辱命，10枚。虽然耗费巨大，但我借此突破到了炼境7层。芷琳，你先筑基，我给你护法。失败了不要紧，来，再吃1枚尝试。不用啊，阿姐，我已经成功了，这些丹药都给你。要不要这么打击人啊？天灵根一次就成！丹田窟窿太多，灵气撕裂太快，必须赶在城堡前炼化。筑基境3层，你这筑基的动静都比得上别的修士结丹了，我这山头的灵力全被你吸空了。哎呀，我们明日就要去剑冢了，你知道是有关剑冢的消息？剑冢内有无数沉睡的令剑，1000年前秦风曾进入择剑，里面还有堪比神剑的天阶上品令剑，你们可以多看几把再做选择。可以多拿几把天阶令剑吗？你当天阶令剑是大白菜吗？天阶令剑已生神智，一旦发现你有这种念头，便不会自愿跟你走。只要被我看中的剑，不想自愿也得自愿。时辰已到，剑钞开启，筑基境修士凭身份玉牌进入。剑钞开启只有6个时辰，若抵挡不住剑气威压，立刻退出，迟则有生命危险。你既已进入过一次剑沼，如何还能再进？我上次不注意拿了黄阶令剑，实在是太弱了，我就想重新换一把。真的，我不贪心，就一把。凡是太初剑宗弟子，一人终生只有1次进入机会，违者罚之。我的剑！江泽，这人实在是太惨了，连我都有些不忍直视了。芷琳，你在找你的同伴。我叫江志，出身丹峰。不用担心你的同伴，凡是进入剑轴的弟子，都会被随机降落。只要他能抵御住温压，就不会有危险。芷琳实力扛住这些剑气，绰绰有余。倒是这个江芷气息浓厚，已经是筑基境后期了，怎么现在才来择剑？我是去年进入剑宗的，筑基境以内的实力越高，对进入剑巢择剑越有利。为什么？你所在灵峰的长辈没和你说注意事项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就是凌风长辈。长辈，这么年轻的筑基境长辈，苍峰到底是个什么奇葩地方啊？外围只有黄阶、玄阶令剑，核心区域全是地阶、天阶，越靠近中心威压越恐怖。刚筑基挡不住核心区域威压，所以等到筑基后期再来，能拿到更好的剑。太初剑宗真是够阴险，外门弟子不知道这些，随便挑把破剑就走了。这江芷懂得这么多，搞不好是丹峰亲传弟子。师侄，不如我们一道如何？2个人也好有个照应。好啊。这江灯怎么也进来了？难道他也筑基了？不可能吧！明明1个月前他才是炼气境初期。既然江灯筑基了，那江芷琳呢？1个月前的赌约时间已到。江芷琳从哪儿弄来的天阶功法？可千万别赢了我，提什么苛刻要求。别拔！别拔！你倒是往里头走走啊！核心区域里还有天阶灵剑等着你啊！拔了这把破剑就会被驱逐，我都没法给你开后门啊！
天灵根拿一把连剑都算不上的破玩意儿，暴产天物啊！在进剑中前，他的长辈师傅难道没有告诉他注意事项吗？好强的剑意，每一把都生出了剑灵。天啊，不败剑，那是第8代宗主的本命剑，从无败绩。好剑，我的了。无知小辈，区废灵根也敢妄想你我无缘，速速退去，否则休怪吾不留情面。我看中你了，你就是我的。我说我们有缘，我们就有缘。妄想！好强的反噬，不过我的好胜心可是被彻底激起来了。这不是咱们太初剑宗的小师叔吗？小师叔也来择剑了，这不败剑定是归他了。废灵根在外围拿把黄品令箭就不错了，进核心区域勉强个什么劲儿？灵剑可只认资质。江灯，此剑与你无缘，何必强求？跟我没缘，难不成就跟你有缘了？不败剑，你可愿臣服于我？吾愿做您的本命剑。哼，做我的本命剑你还不配，只是供我暂且练手罢了。是，您说的是。这年头连剑都这么势利，不过区天灵根不至于让他这么狗腿。难道林俊也有特殊体质？看来他真是本尊那大徒弟的转世，得找个机会宰了他。这把剑虽不是天阶，但也是地阶下品，足够你用了。赶紧带上它，离开剑州。地阶灵剑，小师叔竟然随手就把地阶灵剑送给一个废灵根，换我早跪下捡起来了。你这是仿佛来自施舍我。以你的资质，没有天阶寒冰班会看上你，何必留在这里自取其辱？3日后，擂台上见。这江灯还真是不识好歹，林君好心送他剑，竟被他这般对待，当真是小肚鸡肠的妇人。不过，林君竟能拔出我太初剑宗的镇宗宝剑不败剑，可见他真是我宗的希望。有此子在，我太初剑宗兴起指日可待。凭他那废灵根的资质，我就不信他能拔出天阶令箭。等6个时辰一到，他就算不甘心，也得乖乖滚出剑主。看上的不败剑没了，我就挨个换着拔。我还就不信了，一把天阶上品炼剑都拔不出来。别拔我了，你拔不出来的。你看不出来大家都在嫌弃你的废灵根吗？若我们择你为主，以后出去会被其他天阶渐渐耻笑的。太丢剑脸了，小姑娘，你还是放弃吧。
大女人永不放弃。江师姑，可否换一把剑拔？晚辈想尝试下此剑。来来来，你来。江师姑，承让。日月剑，你是不是被我骚扰怕了，所以随便挑个人走？当然不是，他的资质是天灵根加赤子之心，虽然没有我期盼的那么好，但是还不错就是了。这日月剑的名头虽没有不败剑强，但怎么也是天阶上品灵剑，此子未来一定不可限量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愧是我儿子，竟能拔出天阶上品令剑。是你儿子，还是我的亲传弟子呢？这赤子之心虽比不上先天剑骨，但也对剑道颇有帮助，能得到天阶上品灵剑赏识，实属正常。这江灯未免也太废物了，没有一把天阶上品灵剑看上他，他还何必费那个力气？刚才捡起林军给他的圣剑，直接离开剑着不好吗？还能体面些。给我出来！不要脸怎么了？占不到便宜就是吃亏。今天绝对不能空着手走。江灯，让你杀生吃肉，现在倒霉了吧？拔剑和吃肉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你吃素就能拔出来了？那当然。来，你来试试。起。如何，江灯？你现在可服了？这兔子精既然想装，那我就让他装个够。刚才你拔得太快了，我还没看清楚你拔剑时的英姿，可以再来一次吗？这有何不可？瞪大眼睛看仔细了，可看仔细了？哇，好有意思哎！可以多拔2次吗？看好了！服不服？服不服？太厉害了！再来几次！起！给我起啊！不是吧？你是故意的！我可没有拿着你的手去拔剑插剑，全都是你自己干的。而且我看你刚才玩的也很开心啊，怎么现在又来指责我了？我错了，我不玩了，你跟我走好不好？梦回去，我爸爸没有你的宝儿，我可怎么活？我最起码还拔出来过天阶令剑，你连拔都没拔出来，有什么资格嘲笑我？好啊，那我拔出来给你看看。给我出来！人家明显是不想跟你走，别勉强了，强扭的瓜不甜。你不说话，就是想跟我走？咦，我不说话，是有原因的。哼，感情这朱邪剑是个结巴，难怪刚才介绍自己的时候话最少。我不管，既然我看中了你，你就是我的了。江灯人呢？剑爪内没了江灯的气息，他去哪儿了？古战场，他竟然掉进了埋葬着上古诸神与无数剑道奥秘的古战场。剑宗数千年，
唯有最顶尖的天才才能受到古战场的召唤。现如今资质最差的江登，却阴差阳错的进去了，是福是祸？你哭个什么劲儿？你把我拔出来！我不干净了！你就这么不想跟着我？当然了，若是让别的剑灵知道我被废灵根资质的人拔出来，会丢死剑的。所以你死心吧，我是绝对不会认你为主的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等出了剑种，给你找个天才级别的主人，总行了吧？咱们什么时候出去啊？想要出去的话，总得弄明白这里是什么地方，怎么出去吧。好可怕！我的剑身仿佛都要被他们发出的剑气穿透。神剑，这里的剑都是神剑，拔不出来。这些神剑里的剑灵全死了，只剩下残躯寄存了，祭祀生前的剑意。这里到底发生过多么惨烈的战争？光光，你怎么了？你都有神剑了，还干嘛拔我？难道是看我有成为神剑的潜质，所以想要点拨我？这破剑变脸也太快了吧！刚才还死活不从，现在倒贴。来，收我，快收我吧！我不跟神剑大人抢本命剑的地位，我只要做一把普通的配剑就好。哼，晚了，你这么墙头草，我可不敢要你。好胃口，连神性物质都吸干了。不过把太初剑宗的宝贝圣地破坏成这样，事情搞大了，得赶紧开溜。我可是灵剑呐，不是铁鸮，你放开我！剑种在上，核心区在下，想要离开，就只能挖穿地面。你若是不愿，那我把你扔在这儿，用重光剑挖。其实偶尔当一当铁枪也挺有意思的。主人您继续。梦回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求你了。小白白，你慢慢拔剑，我先走了哦。知道错了吗？以后还敢犯吗？绝对不犯了。如为此事，不到半个时辰便离开了古战场，这速度，难道他已领悟了大道剑意？未来恐不亚于林君。本封主突然想起云雾峰海市，就先走一步了。记得快些办完。今夜子时3刻，我们6人还要在山门处集合，迎接叶孤尘。这等要事，自然不会忘。这是专克邪修，斩杀过上万邪修的诛邪剑。阿姐，我也拔出来了一把剑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当当！
连一丁点灵力都没有，这就是把烧火棍吧！芷玲啊，要不咱们换把剑吧？你用诛邪剑。天灵根，先天剑骨，放开我！我要认那个小丫头为主。我不要，这把剑在召唤我，我已经认它做本命剑了。我堂堂天阶神剑，全输给了一根破烧火棍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随你吧，以后你就拿着这根破铁棍战斗。门内大比提前，3日后开启。30岁以下皆可报名。筑基境再区魁首，奖励芥子之种。旁人需要温养1年，但我的混沌之力蕴含极致生机，只要发芽，就是一方能种植灵药的活空间。芷玲，走，去杂食堂报名。下一个名字江灯。封主，这怎么能报名？太初剑宗没这先例呀！怎么，有封主不能参加的规矩？没有，我这就给您和江师妹登记。再加一个，藏风凤清报炼气境战区。哟，这不是萧大天才吗？上一届还是第一，怎么现在亲自来排队了？伤了丹田，退到筑基境初期，吃多少药都治不好了，真是奇了怪了。史上最弱封主，撞上修为倒退的废柴，这届门内大比有热闹瞧了。能不能快点登记，给他也一并报上？是，马上好。阿姐帮了他，连句谢谢都不说，真没礼貌。3年前那一战，结丹境魔修，将这颗魔种打入我体内，蚕食我的灵力，害我沦为全宗笑柄。只要拿到筑基境魁首的芥子之种，将魔种移入空间，我就能重回巅峰。嘿嘿嘿，你天生适合修魔，何必抗拒我？只要入魔，修为立刻暴涨。邪魔外道，休想蛊惑我！那这样吧，只要你帮我找一个人，我就主动离开你的身体。找谁？我主人，混天魔域的魔尊。他找了1000年的女人，1000年前险些飞升的江灯尊者转世。刚才那个废灵根封主就叫江灯。此江灯非彼江灯，凭那个废柴女人也配？我们要找的转世，只要拿到他的一滴血，我便能生根发芽，立刻召唤魔尊降临。封主，芷玲，你们剑偷之行收获如何？凤清姐姐，我也不知道啦。护山剑诊有人通过，是真机。你们都回来了，我累了，先回屋睡了。好，有什么事睡一觉就好，实在过不去，还有我们。谢谢。阿姐，山芷姐姐的脸是不是？炼气期修士怎会走几步就累？看来今晚得跟去看看。大晚上的不睡觉，出去做什么？白天刚来过，晚上又来，身上是不是带了不该带的东西？封主的要求，你们也敢管？再碰我，我全告诉他。
得意个屁！一个凡人也敢瞧不起我们？等他人老珠黄，被封主厌弃了，还不是任我们玩弄？夫君竟是那个百岁老怪云伯仲？不对，云伯仲重利，二人应当不是正经的道侣，或者夫妻关系。谁在用灵石探查？滚出来！要你们命的人。就这，连一招都挡不住。应师兄如今筑基圆满，这届门内大比的榜首非您莫属啊！师兄可是极乐仙宫少公主，法宝无数，夺魁后可别忘了提携师弟们。诸位师弟过誉了，大比卧虎藏龙，殷某未必能拿榜首。哼，一群蠢货也想沾本少公主的光。我拿榜首和你们有一枚下品灵石的关系？人前一面，人后一面，真不愧是云峰主的好徒弟呀！谁在装神弄鬼？滚出来！本座乃魔修李来来，老实交代云伯仲的住处，饶你不死。李老前辈饶命！师父就住在那边的灵府里。这是可以瞬杀化神境下修士的高阶符箓，只要此魔修转身，就立刻激发符箓，定能将此魔修诛杀当场。还以为多硬气，这就跪了。也好，省得动手闹出动静。好东西，收了。上万枚上品灵石，还有一堆黄阶丹药，大姐果然最有前途。接下来该去找正主了。